大家好，最近美国房地产圈有3个声音特别的吵，一个说是华尔街把房子都买走了，普通人越来越难买到房子了；另外一个说是特朗普要禁止机构买房，房价要降下来了；还有一个说是这样都是政治在作秀，没有用的。我想说一句话，如果你今天还只是站在情绪里面看这些问题，你一定会错过真正重要的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今天我们不会替任何的政治人物背书，站在地产私募基金的角度，从全美的范围来看，这些大型的机构都持有独栋的出租屋，大概只占市场的1%到2%。我们单看这个数字，你会觉得这根本不构成问题。但是问题从来不是在全美的平均值，这个问题真正出现在局部区域的控制，在一些特定的城市、特定的这些价格区间，情况完全就不同了。比如说在亚特兰大，目前机构控制在将近25%的独栋出租屋。在过去的15年，大型机构在亚特兰大大都会区域买下了超过7万套独栋住宅，占该区域独栋出租房的30%以上。该地区的私募股权拥有的占比是全美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主要有3家公司，他们用了大量不同公司的名字和控股架构来掩盖实际的所有权。还有杰克逊维尔市场机构投资人对这种独立屋出租市场的份额超过了20%，主要由黑石集团控制的 Invitation Homes， 还有 American Homes for Rent， 还有 Progress Residential 等这些机构。同时，在坦帕、夏洛特、达拉斯的部分区域，机构一度占据了成交量的30%到40%，而他们买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刚需房，价格都在20万美元到40万美元之间。这些独栋的小别墅，也就是说，机构改变的，它不是整个房地产市场，而是刚需里面最想买的那一段。这导致目前大部分这种首套购房人群，因为买不起房子而不得不去租房子。在2025年，首套购房者的中位数年龄已经升至40岁，创了历史的新高。机构投资人对市场有何影响？机构真正买的不是房子，很多人盯着2个问题：房价有没有涨，租金有没有涨？但是机构从来不看这个。机构他们买的其实是3样东西：第一，未来10年以上确定存在的租客群体，也就是租客的稳定性；第二，入门级住房结构稀缺，也就是刚需住宅需求很旺；第三，对局部区域市场的住房长期的控制权，而不是短期的交易差价。这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现象。2025年房价只涨了1%左右，租金增幅也是10几年来最低的，但是机构却砸了4830亿美元进场，买下了将近100万套独栋房产。机构当然不傻了，他们押注的不是今年的房租涨多少，而是有多少人这辈子会被永久的挡在买房子的门外。这就导致了美国的房价双轨制市场的形成。60万以上美元的房子价格在调整，在下跌，但是20到4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抗跌性极强，价格被拖住了，甚至有些区域的价格还在继续的上涨。这不是地产周期的问题，这是结构性的分层。到这里你要记住一句话：机构改变的，它不是整个房地产市场，
而是大部分刚需最想买的那一段。房地产价格市场，很多人以为机构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冲进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解。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会发现机构他们的路径非常的清晰。我们看看过去10几年的真实演化路径。机构投资人们的投资路线，2009年到2012年，他们的接盘阶段。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量的指数房，银行不愿意去持有，普通家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买。那机构开始进场了，主要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批量的收购低价房源。第二，把没有人要的资产变成了出租房。第三，稳定最受冲击地区的房价。美国最大的独栋房产机构持有人 Invitation Homes， 这个公司本来就是2005年在亚利桑那做不动产的一个团队 Three House Group。 在金融危机以后，这家公司被私募巨头给收购了，于2012年正式成立为 Invitation Homes， 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的收购独栋房产的指数房，并开始出租，抓住了机会，同时植入了大量的资本，最终成为了独栋房产市场上的代表性的巨头。截止到2024年的年底，它的投资组合包含了大约85138套独立房出租屋。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么大的规模，它的房源仍然只占全美独立屋房产总量的极少一部分，还不到1%。这也代表，其实绝大多数的出租房是被个人投资者给占有了。机构的问题从来不在于它占了多少市场的份额，而在于他们集中买走了决定价格最影响市场的那一段价格区间的房子。如果没有那一轮机构的接盘，美国很多城市的房价下行会更加的深，恢复会更慢。第二阶段在2013年到2017年模型阶段，房价稳定之后，机构发现独栋房出租的这个生意不应该只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门可以被金融化、规模化的生意。于是他们开始研究标准化管理，跑现金流模型，建立维护控制租金的算法。他们发现问题不是房子不赚钱，而是管理太随机了。于是他们开始把一套房子拆解成设备、周期和成本，用几万套房子的数据去算什么时候开始修，修什么，值不值得修。租金也不再是靠经验，而是靠模型算出来的现金流的结果。当一门生意开始被复制，能被预测，它就不再是简单的房产，然而摇身一变成为盈利可复制的资产。这也是机构投资人最喜欢的模式，跑财务模型。第三阶段就是2018年到2021年抢位置阶段。机构最早是广撒网式的购买，但是房价稳定以后，他们的逻辑都导向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哪些城市在未来的10年会持续的出现住房的短缺？虽然说机构在全美独栋房住宅出租屋市场总份额只占2%到3%左右，但是在特定的市场集中明显升高，像阳光地带和南部城市，比如说亚特兰大、达拉斯、凤凰城、休斯顿、夏洛特、坦帕等城市，机构投资人的渗透率更高。在亚特兰大大都会区域，机构投资人控制了将近10%的市场总量的出租房源和27%的独栋房产的出租市场。在 Jacksonville， 机构投资者控制在22%左右的独栋房产出租市场。在夏洛特的独栋房产的出租市场中，机构占有率将近20%。
研究还指出，大约有35.4万套的独栋房产出租，有机构来持有，分布在20个城市，主要集中在美东南和西南区域。这意味着机构不是随便的买房，而是把有限的资本压注在未来人口密集的区域、就业增长、租赁刚需强的地方。第四阶段2022年到2025年资产类别确立，也就是这个阶段，机构砸了4830亿美元到100万套的独栋房地产市场里面。尤其是到了2022年以后，独栋房产的出租市场真正的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你会发现进场的不再是这些短线的基金，而是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甚至是主权财富基金，像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加拿大和新加坡国家级别的资金。他们不是赌未来房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20年以后还有没有稳定的租客来支付一份能覆盖得起通胀的租金。所以哪怕是在房价几乎不涨、租金增幅创新低的年份，他们依然选择加仓。22周立法，特朗普发声，真正能改变什么呢？很多人一看到禁止机构买房，他们就开始讨论支不支持、合不合理。但是资本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不确定性。这22个州不是偶然，在2025年，22个州就提出限制机构买房的立法提案，但是大多数并没有通过。真正进入执行阶段的是像纽约州这样对机构购房施加特定限制的法规。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这类政策大概率会无效。在美国，在国外，这种限制令对买家购房的决策其实已经被反复尝试过了。在美国2019年到2023年期间，提过多次限制机构买房的联邦法案，但是最终大多数是没有通过。加拿大在2023年正式禁止外资买房，实施了1到2年后，房价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反而还拖慢了住房的供应。荷兰在2021年到2023年期间，限制机构投资人购买住宅，结果是出租房减少，部分城市房价反而上涨。新西兰从2018年起禁止外国人买房，持续4到5年后，房价依然上涨，最后不得不调整政策。结论是非常的残酷，限制买家结构，从来不会解决住房的可负担性问题。这些政策的具体形式不同，但最后的结局几乎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需求被压制，但供给没有被释放。像美国的德州拟出合法案 SB 443，只允许企业最多购买10套房产，多出的话每一套罚款10万美元。这哪里是监管呀？这是直接赶机构走人。那为什么美国德州会选择送客关门？这是因为机构目前在德州持有大约70万套独栋出租房住宅。德州参议员叫 Brian Hodges， 他明确警告，如果不限制，到2030年，机构可能会持有700万套独栋房产出租住宅，占全州独栋出租房的40%。这句话才是 SB 443法案的核心出发点。理性的个人投资人该怎么做呢？一句话，不要和机构正面硬杠，现金流优先。中小投资人应该优先确保稳定的现金流，而不应该压住短期的价格可能上涨。
选择机构不方便进入的市场。中小投资人最好聚焦管理本地化的资产和区域，避开与机构竞争。买入价格决定回报。在目前增长受限的周期中，投资回报更多来自于低价买入，而不是未来市场反弹后的增值。适度杠杆先活下来，杠杆千万别用太高，要预留充足的缓冲现金流，千万不能激进融资，这才是熬过周期，避免被市场淘汰的关键。有现金流才有明天。看懂趋势不是为了预测市场，而是为了站在更安全的位置。我们不追热点，我们不抢风口，我们筛选出那些现金流稳健的长期资产。如果你也正在看美国地产，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会持续用数据和真实案例拆解美国房地产的长期投资逻辑，通过智能分析模型，帮助客户精准识别市场机会。在美国，房地产投资的核心不只是升值，更是运营效率与持有成本的管理。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带您了解更多美国房产投资故事。欢迎点赞订阅。